季博士好，都放寒假了还不回家？过年回家不是被逼着相亲，就是被亲戚们各种审判。唉，不想回。省吃俭用攒点钱，一回去就成三大童子，肉疼。等我像季老师一样考上博了，再回家过年。难道考上博就没这些困扰了吗？你的学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但你都奔3了，居然没谈过恋爱，是不是身体有问题？所以这个婚前体检还是要做的。黄先生，咱们是第1次见面，大可不必谈论结婚的问题。哎呀，恋爱有什么好谈的？吃饭、开房、看电影这些活动，结婚后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好一个足不出户！春节前啊，咱们把证领了，之后呢，你休一个长假，孩子生了之后继续去读博。您还挺开明啊，不用女人在家相夫教子。哎，介绍人说了，你们博士的各项补助、奖学金加起来，比我们这个铁饭碗赚的都要多，那可是夫妻共同财产，要去赚。哎，对了，我不重男轻女，但我前妻啊给我生的是个女儿，你要是能给我生个儿子，回头我就是把我爷爷墓碑上孙媳妇的名字换成你的。干啥去？爸妈，我得回学校了。和那个小黄聊得怎么样？寒假早点回来领证？不用这么着急吧？你是不着急啊？你一天不结婚，我和你妈在村子里就一天抬不起来头。这个春节必须结婚。其实我有男朋友了。你又想骗我们？真的，我男朋友可比那离异的黄鼠狼黄先生优秀多了。那过年带回来看看。好，我一定带回来。那我先走了，拜拜。让一让，让一让。哎，璇璇既然有男朋友了，那小黄咱们要不要打发掉？别中了你闺女的缓兵之计，过年再说。啊。不就是个男朋友吗？网上租的陌生人不靠谱，我叫我表弟陈鼎洲陪你回家过年，年几天你男朋友？还是咱姜老师最靠谱，放心啊，红包少不了咱表弟的。他今天穿白西装，开黑色的车，在学校门口等你，你别认错了。看到了。贺教授，我刚回国，您就让我相亲，还是我亲爷爷吗？少贫嘴！这是我带过最优秀的女博士，错过就没了。不急，我先找个人。惆怅的枫叶，拍过我的肩。忘记告诉你了，我奶奶对2手烟过敏，辛苦你忍几天了。季璇，干什么呢？是母夜叉。母老虎，送你的作业去，别多管闲事儿。我送你个头，我送你们去校长那。季璇，你叫陈锦州对吧？陈锦州。你表姐说你人男朋友有经验，我给你1天2000块租金，没问题吧？他认错人了。没问题。行，只要不被我家里人看出咱俩是假情侣，回来之后我再额外给你红包。行，吃饭。算了，先将错就错，找机会再告诉他我是谁。哦，家里电话，我先接一下。那我先进去。好。你放心，等璇璇回来的事儿一定能定下来啊！爸妈，我回来了。姐，璇璇回来了。来送聘礼的。璇璇，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一个人回来的。半个人回来，我怕吓到你。怎么说呢？叔，没关系，我就喜欢幽默的女人。那您应该取一本笑话大全。取，肯定取，我护卫都带来了。我说我不喜欢老男人。这就是你没见识了。男人40一枝花，我呀，这是花季，不像你。我怎么了？女人过了25，那就是年年贬值；快奔3的女人，那就是豆腐渣呀。豆腐渣也比人渣强。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轩轩，你爸也是为你好。这男人年龄大了会疼人。我读书是为了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是回来嫁人的。我管你博士还是院士呢，是女人的长大了就得嫁人。哎，叔儿，别生气。结婚以后呀，我会帮你们把女儿调教好的。季璇，不是我吹，我要是不娶你，你就真嫁不出去了。谁说她嫁不出去啊？只要群群愿意嫁，我马上娶。你是谁？爸妈，这是我男朋友陈锦州。男朋友？叔叔阿姨，你们好。好啊，季学士，你女儿都有男人了，你还让没有一次次去找我，什么意思啊？你，璇璇，他真是你对象？当然了，没提前告诉你们，就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我看你们就是想骗我的屁你，一家骗子！骗子！叔叔阿姨，第一次见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这怎么行？过年应该我们给你们发红包。璇璇说：“你们辛苦了，一年到头了，晚辈孝敬长辈是应该的。”爸妈，虽然我还没有毕业，但我已经有工资了，我养你们。姐夫好，我是记录。乖。上次见你的时候，你才刚出生，一转眼长这么大了。姐夫，你见过我？你姐姐给我看过你照片。今天高兴，我去杀鸡，咱爷俩喝点，请请粥。叔叔，您就叫我小名小山好了。小山。你好，我叫季璇。我叫贺林川，小名叫小山。叔小姐，哎呀，高兴。小山，家里不够住，我和你叔去舅舅家住，你们早点休息哈。知道了，阿姨，您和叔叔慢点。好，高兴。哎，我要去告诉这全村的人，我大闺女她要嫁人了。你都吼了一晚上了，全村人早就知道了。他们不是嘲笑我们儿子吗？啊，他们的儿子哪有我闺女优秀啊？我闺女可是985博士，而且还找了个优秀的女婿，高兴。叔叔就是好面子，其实心里是有你的。我爸，我比你了解。你的床已经铺好了，我跟露露睡，有什么事你叫我。好。奇怪，门怎么打不开了？我看看。哎，好像从外面反锁了。露露，是你吗？姐，我刚才偷偷看你和江晨姐的聊天记录了，那个男朋友是你租的吧？露露，你听我解释。哎，你放心吧，我不会跟爸妈说的。那你快开门呀！虽然你和姐夫是假情侣吧，但是我觉得你们很般配呀。小丫头很有眼光嘛。有花看折直须折，姐，你俩就假戏真做吧。露露，你别闹！哎，
你要是再喊，我就告诉爸妈你骗他们。季博士啊，见面第一天就设一张场，怎么放心我？你知道为什么媒婆每次经过我们家门口都要绕道走吗？因为十里八乡没有配得上你的。我大伯家2个堂哥，二伯家1个堂哥1个堂妹，只有我们家是2个女儿，所以他们总是瞧不起我们。怎么？你们老季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我知道他们重男轻女，我不服。男孩能干的我也能干，打架、爬树、翻墙。小时候只知道他厉害，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学习锻炼，之后再没人能打得过我。你很优秀，能娶到你的男人，一定很幸运。少拍马屁，睡觉。季璇，小时候你保护我，现在让我保护你。怎么了？陈锦州，你居然趁我睡的时候，你好像占了我的位置啊！我证明是姐姐滚到姐夫怀里的。看，姐姐，你可要对姐夫负责哟！姐夫，我，哎呦！呀，搁什么玩着呢？哟，咱家大博士回来了。璇璇，你咋一个人呢？我不是人。三叔说你带对象回来了，人呢？该不是三叔昨晚喝多说的梦话吧？我男朋友第一次见哥嫂们，怕你们没准备见面礼，这不是先来提醒一下你们吗？见面红包肯定有，不过你得先把人带来，让我们帮你考察下再说嘛。我姐夫的车啊，在村口挡路了，挪车去了，马上来。挪车？村口那辆迈巴赫不会是你们的吧？迈巴赫 ，MM 什么车啊？哦，迈。哦，我知道，马自达是吧？我知道。对。我男朋友开的是马自达呀。季璇。你好歹也是一个博士，还以为你能调到什么大总裁？你男人就开马自达这种低档车啊？哎呀，一个代步工具而已，还要分档次，你拉屎是不是还要归类呀？你好粗俗啊！哎，别跟他废话，进去看奶奶去。买不起就买不起吧，嘴硬什么呢？就是，快30了才有个2手男人要她，嘚瑟什么？哎，全村嫁的最差的就是她这个不值钱的博士。就是，咱小妹夫呀，比她老公甩几条街呢。那是，我家何伟可是贺氏集团的高管。哪位是贺氏集团的？帅哥，你找谁？是不是迷路了？我可以帮你啊。妖姬，刚才听说这里有贺氏集团的，我也是贺氏的。好巧啊！我老公何伟是贺氏集团后勤部的。帅哥，你哪个部门？我刚打算入职。一个实习生啊！小姬，姐夫，姐夫，你来啦！姐夫，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哥嫂给你的红包都要5趟了，快叫人。季璇，你不是。哎呀，我姐真不会选男人，没要那个秃头二婚男，找了一个这么没有安全感的帅哥。来，这是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哎，我都看到了，哎呀，真是的。哎，谢了啊。二哥，来，哎，小气啥？还得是你呀！要不说你跟瑶瑶是一家人。季璇，我真是小看你了，从哪儿钓到这个大帅哥的呀？是我追的璇璇。哎呀，别提了，现在他一出门，我就担心会有狐狸精勾引他，后悔死了。你凡尔赛。行了，既然都来了，咱们把礼物给奶奶带进去吧。别得意太早，看你的实习生男人能拿出什么穷酸礼物。对了，奶奶，这个呀是我和我媳妇特地从东北给您买的貂啊，您不是怕冷吗？穿上这个呀，绝对暖和。哎呀，璇璇上大学第一笔奖金就给我安了暖气，我哪穿了这个？哎，你们心意我都领了啊，等你爸妈回来都带走。快坐，快坐。奶奶，还是我最懂您，这个啊是适合您这个年龄喝的养生茶哦。还是我孙女贴心呐。这个是贺氏集团发给高管们的新年礼，千金难求，在外头都要卖到10几万一盒呢。哎，我知道这个是一个老教授带领着他的博士团队研发的，还获过奖呢。老年人喝了这个延年益寿。是吗？这的确是贺教授带领我们一起研发的，只是团队有保密协议，不能告诉大家。奶奶，我们何伟拿到这个茶之后，第一个想到就是您。乖，季璇，你说你对象也是贺氏集团的，以他这个级别，应该没见过这种茶吧？巧了，我给奶奶送的也是这个。你一个实习生，怎么会有贺氏集团给高管们发的年礼？我们家司机每个人都有。吹牛不上税。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多稀有吧？你这个呀，肯定是假的。你从哪儿搞到的？还挺真的。本来就是真的。这个东西啊，能扫码验货，是不是真的？扫一下就知道了。怎么，心虚了？不敢验？要验一起验，你们的也验。验就验，我家何伟是贺氏集团高管，还能带假的不成？此物无法被辨别。怎么会？会不会搞错了？再扫一次看看。居然是真的！我姐夫带来的茶是真的，季瑶的才是假。可能，肯定是那个公司搞错了，搞错了。对，一定是发错了。季璇，你对象只是贺氏集团的一个实习生，怎么会有这么高端的年礼嘛？有没有可能我跟贺氏有关系呢？开什么玩笑？你要是贺氏的亲戚，能看上季璇这种农村母夜叉？嘴巴放干净点，按辈分，你得叫季璇一声姐姐。你凭什么打我老公？他找打。算了，别脏了你的手。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给你个机会，给季璇道歉。要我给他道歉？开什么玩笑！好了，别吵了。你们的心意我都领了，这2份礼我都收了啊。奶奶，等一下。
他们送的这个茶，成分里有一些过期的药材，奶奶喝了轻则肠胃炎，重则危及生命。我姐姐是研究生物和医药的医学博士，她不会骗大家的。你们胡说！老公，这个茶是谁发给你的？我们找他算账去。不要问了，贺氏集团的年历名单里根本没有一个叫何伟的。不可能，就是公司发给我的。何伟，贺氏集团龙泉分公司安保部第1分队小组长，是你吧？不是，我老公是安保部副部长，不是小组长。是吗？那如果贺氏集团开除这个叫何伟的小组长，3、2、1。看见没？安保部部长给我老公打电话了，一定是知道这个茶是假的，要给我们换真的。何组长，你被开除了。败家娘们，老子都被你害死了！老公，洋洋，重磅新闻，季璇的男朋友是花钱租的。真的？老公，有了这段视频，季璇死定了。必须让他们身败名裂。这瑶瑶还以为自己找了多好的男人呢。奶奶，这个茶呢，它的药材比较珍贵，产量也比较少，市面上赝品很多，可能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季璇，就别装好心了，你才是最大的骗子。季璇和陈景洲根本就不是情侣，他，陈景洲是季璇花钱租来的假男朋友。瑶瑶，这租房租地儿奶奶听说过，没听说过租对象啊。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大家看了就知道了。哎，季博士，可别忘了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家人们，活久见，我也查季璇居然带了个男人回家过年了。这不是刚做男朋友没几天没适应吗？你要是觉得满意，可以多租我几天，后面我给你打折。天哪，这博士可真够前卫的，居然租了个假对象回来了。这可是我亲自拍的，绝对不会有假的。全静，瑶瑶发的视频怎么回事？有话好好说，都别急啊！三叔，季璇根本没有男朋友，他找了个演员，把咱们全家都骗了。哼，何止全家呀，现在呀，全村都知道了。叔叔，您先冷静点。季璇，你给我说实话，他是不是你花钱租的？三叔，这季璇都默认了，他把咱老季家的脸可都丢光了。就是，这要是不给季璇一点教训啊，以后孩子们都学他怎么办？三叔，季家出了这么大的丑事儿，要我说呀，就应该跟他断亲。大哥说的对啊。爸爸，你不能听他们挑拨。爸妈，是不是我不想谈恋爱，也不想结婚，你们就不认我这个女儿了？这么说，你是承认他是你花钱租的男朋友了？就算是租的，也是被你们逼的。叔叔，您昨天还说璇璇是你的骄傲，今天就因人外人的几句话，你要跟他断亲吗？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对，三叔，大家都等着你把这个不孝女赶出季家呢。凭什么赶我走？我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是触犯天条，还触犯法律了。季瑶女士，你骗大家说你老公是贺氏集团的高管，还用假茶叶害奶奶，这怎么算？你一个外人，管不着我们家事。对，季璇，你租男人来骗大家，这就是大逆不道呀！对，没人要不可耻，这欺骗大家的感情，那太过分了。好，
既然你们心机的都不欢迎我，那就断亲。够了！你们是不是都当我死了？奶奶，知道你疼季璇，可她现在都成了全村人的笑柄了。小山，你跟奶奶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跟我们家璇璇处对象？奶奶，别说处对象了，现在就是让我马上娶璇璇，我也立刻娶。这么说，你俩真的在谈？奶奶，视频里面我和璇璇说的是一个短剧内容，租男友是短剧里面的。你仗着奶奶不看短剧，你瞎编的是吧？大家不信的话可以搜一下，短剧的名字叫《我租的男友是大佬》，我和璇璇就是玩梗，说的是里面的台词。哦，奶奶是这个。我不允许任何人质疑我们的感情。老季，我们错怪女儿了。夏夏，你怎么不早说啊？叔叔，是您宁愿相信外人挑拨的话，也不相信自己的亲女儿。这个男人不仅能拿出贺氏集团内部的茬，还能一句话让我老公丢了工作。难道他真的是短剧里的那种隐藏大佬？不可能吧？要不你把身份证明给我们看一下？对，万一你是个骗子怎么办？当然，只要是大佬，名字随便一查就能查到，查不到就是骗子。要是大家知道我不叫陈锦州，会给季璇带来更多麻烦。不好意思，忘带了。我看你就是个骗子。对呀，他是我朋友的表弟，我现在打电话让他看。我正好有个朋友马上要过来，我让他把我的证件捎过来。喂，三少，把我的证件带过来。证件都在您车上啊，半个小时之内给我送到。要是来不及就再飞机。你干什么？天哪！季璇和陈锦州昨天才加的好友。季璇，如果你们是真情侣的话，怎么才加的好友啊？我看你们是昨天才认识的吧？我前几天惹璇璇生气了，昨天才哄好，她把我拉黑了，也是昨天加回来的。别狡辩了，有本事把聊天记录拿出来看看。我习惯聊完天就删除记录。奶奶，三叔三婶，现在啊，这个男的一直在狡辩，就是他们不是真情侣这事儿啊，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了吧？啊，删除聊天记录就没有证据了吗？我这里的东西，比聊天记录更能证明我和璇璇的关系。有微博的可以进去搜一个叫璇璇小山的用户，这个用户就是我，你们可以查看所有微博的内容。我看到了，这里全是姐夫写给姐姐的情书。季璇，希望这个春节我可以和你一起过。时间是1周前啊，姐夫在1个月前发的是季璇，江城下雪了，要注意添衣保暖。半年前发的是季璇，这是我今天画的你，是不是很可爱？你们看，哎呦，还真熟，这不就是姐姐小时候吗？要是姐夫跟姐姐不熟的话，怎么连这个也见过？你怎么做到的？微博可以修改，有微博的大家可以进去搜一下，可以看一下我提到过季璇多少次。果然有好多。3年前微博上就有季璇的名字了。原来季璇和小山早就恋爱了。现在你们相信我姐姐跟姐夫早就是一对了吧？听他放屁的，你就是个骗子！贺氏集团根本就没有陈锦州这个人。老公，你是有什么证据了吗？我查了，贺氏集团根本就没有叫陈锦州的，你在撒谎。你又不是人事部的，你怎么知道？我虽然被公司开除了，但我还可以登录公司的内部网，
查出公司员工信息根本就没有你的名字。季璇，你男朋友连身份证明都拿不出来，根本就是个骗子，连你都被骗了。我可以证明他不是骗子。总裁特助裴先生，裴特助，您这次大驾光临，一定听说有人冒充咱们公司员工在这招摇撞骗吧？谁跟你咱们？你已经不是贺氏集团员工了。我是贺氏集团总裁特助裴成，大家可以上公司官网查到我的信息和照片。3，陈总监，你的证件。技术总监，工作长，他陈锦州是总监？不可能啊！贺氏集团总监，如假包换。陈锦州是贺氏集团高价挖过来的技术人才，年底刚入职，所以员工信息并没有录入公司系统。是这样的。季老三，你女婿真厉害，年纪轻轻的就当总监了。当咱博士的老公，当然要厉害了。郎才女貌，真般配。怎么行？离婚！老公，我不离婚。季璇，你是故意的，你要看我们出丑。你出手是因为你本来就丑，自找的。季瑶，你找老公眼光差就算了，怎么交朋友也这么瞎呀？害我们差点误会了璇璇。就是璇璇，你和小山妹夫大人有大量，别跟哥哥们计较。对，毕竟咱们都一家人嘛。季璇，你别得意太早，你和陈锦州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他就是玩玩你这个女博士，你们早晚要分手。个死丫头，跟你说你姐姐打不来哎，别生气，坐，一点都不生气，一天净惹事儿。奶奶，你们大家要是不放心，我可以和璇璇马上领证。不用这么着急吧？着急，领证。正好明天民政局不放假，赶紧把证领了。大年初6是个好日子，办酒席。对，陆说的。哎，你疯了？危机都解决了，干什么？假情侣都做了，还怕假结婚？假结婚？有名无实，用结婚证来应付我们各自家人，怎么样？领了证就一劳永逸了，再也不用应付家里人了。我是担心姜老师知道了揍我，他把表弟借给我，那就先不告诉他。我家里人还以为我是 gay 呢，要是知道了我结婚，还不知道有多开心。你家里也是吧？你俩是被绑架来的吗？人家离婚都没你们俩坐得这么远。连风的温度都刚好，微风悄悄吹动发梢，吹动裙角。来笑一下，准备，3、2、1。我先给我家人看。我一定是在做梦，惦记了这么久的姑娘，竟成我媳妇儿了。你看你自己的呀，我都那么给我。哎，这么重要的证件，我来保管。我爸妈肯定要看的，不然他们不知道我们领证了。叔叔阿姨看到新郎的名字变成贺林川，不会又觉得我是骗子吧？你干什么啊？大喜的日子，咱俩和结婚证一起合个影，发个朋友圈。啊，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告诉同学朋友。你先慢慢想，我先官宣。啊，笑一个。
先别告诉姜老师，我后面再告诉他。嗯。把我的照片 P 成陈景州，快点！哎，爸，你都看1天了，咱爸呀，恨不得把你俩的结婚照发到村里的大群去。今年春节你最开心，要不讲2句？祝福的话就不多啰嗦了。璇璇，爸，过年呢，哭不吉利。璇璇，爸想郑重的给你道个歉。爸，您干嘛呀？大过年的都给我整不会了。你爸爸就是爱面子。小时候你们每次考第1页，他半夜里都要笑醒好几次呢。我知道爸爸是爱我们的。露露出生的时候，隔壁村有5个儿子的，想来要一个走，被您妈走了。爸愚昧啊，总以为自己没生儿子，别人会笑话我。其实啊，我的2个姑娘比他们200个儿子都争气。叔叔，您以后啊就把我当儿子使，要用钱用力的地方都叫我。姐夫，你还叫叔叔？没到改口的时候。早晚都要改。我爸妈、露露、璇璇，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脸真帅。那你喜欢吗？帅弟弟谁不喜欢啊？你没看我身份证吗？我比你还大1岁呢。你是姜老师的弟弟，那就是我的弟弟。乖，叫姐姐。那叫什么？老婆，姐，我叫你姐行了吧？你忍一下。我叫你姐行了吧？就叫你一声老婆，有这么恶心吗？别走，我有话要跟你说。好啊，我听着。我告诉你啊，我结婚了。不就是男朋友吗？不就是结婚吗？没有季博士办不到的事情。不行，不能乘人之危。怎么不说话？快祝福我！你再乱动，我就要吻上来了。哼哼，弟弟，你想亲我？可以吗？不是说亲嘴很甜吗？骗人，一股酒味。季璇，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没醉，你是弟弟，是老公。这还没喝醉？谢谢你娶我，真的很谢谢，我好幸福。傻瓜，我才是最幸福的那个。
我是母夜叉，我一点也不温柔，也不好看。谁说你不好看了？好看的我都想犯罪了。嘿嘿，刚才没亲够，可以继续吗？Someone's gonna make it in the building of my broken part. 季璇，新年快乐！季璇，大年初一你就掀我被子偷看我？没有，还说没有？你穿那么多，谁要看你啊？那我现在就脱了给你看。流氓！昨晚的事情，你忘记了？天，我们那个了。哪个？睡了。你亲我还不够，还要睡我？我只是犯了一个醉酒女人都会犯的错而已。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不要这么小气。饺子喽！哎呦！哟喂，姜老师，新年好！新年好啊！在家呢？在家呢，马上吃饺子啦。怎么样啊？小恋爱谈的还行吧？还行。陈景州那小子连消息都不回我。我就知道你俩回老家过得还不错，我等会儿提醒他。呀，你这笑得春风满面的，你俩不会假戏真做了吧？我可提醒你啊，我那表弟可是个花心大萝卜，给你应急还行，你可别真的陷进去了。唉，你不应该早点告诉我吗？什么意思啊？你俩不会吧？妹，别瞎想。那你把手机给他，我给他交代2句。啊，他在外面，我去找他。哎，姜老师找你。陈景州，干嘛呢？给我转过来！哎，干嘛挂掉？大过年的，我嫌他太啰嗦了。吃饺子去。哎，爸妈，我来帮你帮忙。也是嘛，乐你吗？哎，刚才不是陈景州吧？不是陈景州是谁？我给你看啊。哎，那个老师找我，我待会儿给你打。爸妈，婚宴你们就别操心了，到时候我回城安排一下，接亲戚们去酒店吃。不用，就在家里吧，热闹。对，我们这里嫁女儿是要在娘家请客的，只敬酒没有婚礼仪式。等你娶我姐姐的时候啊，再走结婚那一套流程。爸妈，小山的父母出国旅游了，要不等他们回来再办？那怎么能行啊？我都通知下去了。我打电话让他们尽快回来。哎呀，别折腾亲家了啊！我们请我们的，等他们回来，我们再见面。对，也行，听岳父大人的。我姐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小马屁精。姐，你和姐夫不会是假结婚吧？小声点。看你俩眉来眼去的，
我就知道，又是假的。哎呀，先把这关过了再说吧。姐夫又帅又有前途，还暗恋你那么多年，我不信，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傻妞，那些都是假的。那怎么可能是假的呀？我都……好了吗？好了。季璇，你今天真美。你也挺帅的。如果，我是说如果，万一我对你动心了，可以追求你吗？我才不要！姜老师说了，你就是个花心大萝卜。你摸着良心说，我们俩不般配吗？如果他不是我租来的，如果身边真有这么一个人，恋爱的滋味好像还不错。要不就听露露的，我们俩假戏真做。我才不要这个大萝卜！我又不是那个大萝卜。不会吧，我竟然对一个花心大萝卜心动了？等一下，小兔崽子，是你吓唬我老婆？是你要跟母夜叉结婚吗？再说一遍。救命呀！母夜叉老公杀人啦！再说一遍，谁是母夜叉？你老婆。信不信我把你裤裆里的鞭炮给你点了？放开我！放开我！再说一遍，谁是母夜叉？不是我说的，我听别人说的。谁说的？我忘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大家都这么叫的。小兔崽子，看清楚！我老婆是母夜叉吗？季雪姐姐好看。以后还敢叫吗？你一个大人怎么欺负小孩？妈妈救我！让你儿子给我老婆道歉。他是个孩子，你跟孩子计较什么？你知道他是孩子，你还不好好教育他？小山，算了，大喜的日子。就是新郎在婚礼上欺负小孩，传出去不怕别人笑话。爸，不管男女老少，什么身份，什么场合，谁欺负璇璇都不行。对不起，季雪姐姐，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以后啊，要是听到谁在说我老婆坏话，告诉我，我给你奖励一个大红包。好了好了，大家都赶紧坐吧啊，咱马上开席了啊！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似的？我小的时候很怂的，终于做了小时候不敢做的事儿。就你这样的，小时候还有人敢欺负你？欺负我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我的白月光告诉我，坏小孩都是纸老虎，要我勇敢打回去。别怕，他们都是纸老虎，你打回去，他们就怕了。居然还有白月光，果然是花心大萝卜。喝你的啊！爸，我再去拿点酒哈。行，去吧。乡亲们，耽误大家几分钟。瑶瑶，今天璇璇大喜的日子，你又想闹什么？奶奶，季璇败坏门风，我来揭露她的丑恶嘴脸。
季璇突然回来办酒席，是因为她肚子里已经怀了老头的野种了。季璇，这照片里的女人是你吗？是我。那这老头是谁啊？无可奉告。那是因为你们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季瑶，你知不知道造谣是要犯法的？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唐静姐，把你拍到照片的情况告诉他。那天我在吃饭的时候，看到季璇和那个老头坐在隔壁桌，我本想上去打个招呼，但什么？但是我看到季璇和那老头举止亲密，他们还在聊俩人生孩子的事，我就没好意思上去打扰。这老头怎么有点像我爷爷？你所谓的举止亲密是什么？就是你一直在给他夹菜，那笑得甜的呀，临走还一直扶着他呢。我昨天还看到你扶着你爷爷走路呢，难道你们关系也不正当？可问题是，还不是你们俩的爷爷呀。你确定我们当时在讨论生孩子？当然，还是因为我们只是提到了着床受孕，你就以为我们在讨论生孩子？有点脑子行不行？学学是学生物和医学的，他提的是实验室里受孕的小白鼠。你们别狡辩了，季璇，有本事你告诉大家这老头是谁啊？贺教授行事低调，虽然经常在学校出现，但没人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生物医学教授。我不能曝光他，是不敢说，还是没编好理由呢？霞霞，这个人是你老师吗？爸，这照片里的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身份很尊贵，但是……我来说吧，照片里的老头是我爷爷。出来和孙媳妇吃个饭，不想被人知道。谁信你的鬼话？如果真的是亲人的话，那季璇怎么不敢说出口啊？我爷爷研究的是涉及商业机密的生物医学项目，身份绝对不能曝光。贺教授和姜老师也很熟，应该是姜老师告诉过陈锦州导师的一些情况。还好照片比较糊，对不上号应该没事。爷爷，为了您孙子的终身幸福，只能把您老人家的光荣事情移花接木到璇璇导师身上了。陈锦州，你爷爷叫什么？我从教授网上一查就知道你有没有在说谎。是你们在质疑，凭什么让我们举证？你确定你能承担起造谣诽谤科研教授的后果吗？乡亲们，他们根本就是解释不清了。万一以后季璇被老男人包养的事情曝光了，丢的可是全村人的脸。质疑我可以，造谣导师不行。季璇，你就是气急败坏了。名字虽然不方便告知，但是我这里有我爷爷的照片，大家一看便知。看清楚了吗？我旁边的爷爷是不是你照片里的老头？是他。你看清楚了？我看清楚了，好像就是这位。所以我也是被我爷爷包养了。你怎么会有我导师的照片啊？怎么样，很像吧？尤其是发型。像。这是我爷爷，不是你导师。不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我爷爷讲究得很，花园里面除了草都是要穿西装的。你导师有点邋遢。那是朴素。对对对，是朴素。看够了吗？好像真的搞错了，走吧。站住！这是我的婚宴，不是菜市场。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季璇，新婚快乐啊！难不成你还想让我给你份子钱不是？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你当着这么多的人面泼我一盆冷水，你觉得合适吗？唐静姐都说看错了，你还想怎么样？要么道歉，要么我报警。你造谣我的全过程，乡里乡亲们都是见证。别闹大了。对不起啊，季璇，是我眼花耳聋，搞错了。哎，祝你幸福啊！走。你们要干什么？
季瑶，他是外人，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但你是我堂妹，你3番5次羞辱我，今天必须道歉。我就不，有本事你报警啊！一报警，陈锦州的教授爷爷不就曝光了吗？哎，孩子，别闹了啊，都是一家人，孩子啊。季瑶，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执法人员只会用更加有力的措施保护国家的科研人员隐私。季璇，我都已经够丢人了，你还要怎么样？可是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丢人。是，你从小就厉害，读书打架都比不过你，现在又嫁了一个这么厉害的老公，你已经赢麻了，为什么还要来羞辱我？到底是你被羞辱，还是你在自取其辱？是你这个恶毒的母夜叉，天下孤星！奶奶，你打我！爹妈不在，我替我儿子教训你。是季璇，他戏弄我，他仗势欺人，大家眼睛都不瞎，是你上来就丢人现眼。奶奶，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们以前都说我乖，夸我听话，现在为什么都这么嫌弃我？季瑶，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我找原因？所有人都说女孩要乖巧，要顺从，才能做一个好的贤妻良母。我乖乖听父母的话，回家嫁人，结果呢？结果我就是一个老妈子，我要伺候一家人吃喝拉撒，还要被家暴，被瞧不起。而你呢？你从小就玩个性，不听长辈的话，但你现在却拥有了一切，为什么？我错哪儿了？拿好了，眼泪擦干净了，给我听好了。小的时候，你一个人在接受长辈们夸奖的时候，我在学习，我在锻炼身体。17、18岁，你去谈恋爱，去相亲，我一个人闷在闷热的教室里刷题。20多岁，你结婚生子了，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和一群小动物睡觉。你说我配不配？可是大人们都说，女人早晚要嫁人，他们还说不要像你一样。他们都说，像我这样强悍的女孩子长大嫁不出去，对不对？他们还说，优秀的女人婚姻必然会不幸福，对不对？那你看我现在呢？你闪闪发光，就算不嫁人也会幸福的。看来你还没完全被洗脑嘛。你敢戏弄我，季璇，我告诉你，如果回到以前，我读书一定比你强，我将来也会找一个比你老公更优秀的男人。可是堂姐，医院里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这辈子没机会了，下辈子我一定好好读书赢你。你才20多岁，这辈子就完了？可是我已经这样了，我没有回头路了。你从现在开始改变，也是一种重生。季璇，姐姐，我懂了。站住！站住！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做愚蠢的事情了。谁让你道歉了？喝完喜酒再走。对。季老三，你养的女儿真好。璇璇不愧是博士，读书多就是有格局。我现在要个女儿还来得及吗？来得及，生俩。姐，之前我担心爸妈催婚，还犹豫要不要考研呢。现在我决定了，我不仅要考研，我还要考博。露露要是考上了，学费我来承担。才不要呢！我要拿全额奖学金。我听说这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才去考研读博呢，一直在学校待着不毕业，就是逃避社会现实。他不是医学博士吗？也没见过他会治病救人呢。没能力要那么高学历有什么用啊？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用跟他们理论。哎，这，哎，大家都吃着喝着啊！哎，行，快坐，来喝杯。大爷开始喝。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明明是你看我看入迷了。你把我爸妈送回舅舅家啦？新婚夜，哪有我这么惨的新郎，还要背喝醉的岳父回去？过来坐下。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原来是要给我按摩啊！你别动。你别说，还挺舒服的。练过？大学辅修中医疼痛科。医学博士给我按摩，可以吹一辈子了。啊，对了，你爷爷应该就是姜老师的外公。是告诉他实情，还是？我问你话呢。那照片上的老头不会不是你爷爷吧？怎么可能不是我爷爷？没发现我们俩长得很像吗？不对啊，我记得姜老师前几年请过一次丧假，就是外公病逝。陈锦州，你是不是隐瞒我什么了？什么？我心跳好快。我现在就打电话问姜老师，你要敢骗我就死定了。不好了！怎么了？你不是去奶奶家了？不着急，慢慢说。村东头的那个袁大爷吃完婚宴回去就不舒服，上吐下泻的，刚才被120拉走了，说是食物中毒，我们家怕是要有麻烦了。袁哥，大爷怎么样？我看看。肯定是食物中毒。我爸今天胃口不好，一整天就吃了你们家一顿婚宴。如果是食物中毒，不可能只有袁大爷一人出事。那你还巴不得全村人都中毒啊？医生初步判断是急性肠胃炎，化验结果还没出来哈。这个是家里拿的药，是降压药，每天都在吃。那个补虚丸是因为我爸这2天没胃口才吃的。问题就出在这个补虚丸上面。不可能，这2天每天都在吃。哼，这个补虚丸里含有氯化钾，氯化钾与大爷的降压药同时服用会引发消化系统不良。补虚丸可以吃，但得换个厂家，成分会比较适合大爷。哎，一个学生娃懂啥？我吃了多少年了，好得很。大爷，玄学是医药博士，专门研究药物的。他要是真那么有本事，早就当医生了，我信不过他。大爷，您最近有没有四肢无力、心律不齐的状况？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高钾血的症状。化验结果出来了，都是药物引起的高钾血症，继而引发的消化系统问题，不是食物中毒，和食物没关系。药物已经重新开好了，等会儿护士会拿过来。大爷，这下相信学院的话了吧？啊，丫头，真被你猜中了。大爷，我不是猜的，您药里有成分。啊，你看一眼就知道。那医生化验了半天，才知道，那你比医生还厉害呀！医生呢，要为您的身体负责，化验会更精准一些，不是吗？璇璇妹子，刚才是我错怪你了，这有文化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啊！哎呀，季博士，来，洗脚了。季博士，不用。折腾一天了，脚不累？我自己来。你都帮我按摩了，也得允许我有个回报的机会吧？温度怎么样？
力度怎么样？也许在人群角落中，有些爱会流走，有你给了我所有所有，也许是命运的挥挥手，总有遗憾停留，有你分享快乐足够。新婚快乐！叔，婶子。元哥，哎，元哥，你爸好点了吗？好了。哎，听说你今天回城，这是自家养的鸡，你大爷亲自炸了油，让你带回去尝尝。元哥，我在学校都吃食堂的。哎呀，那不行，你大爷给我下的任务，让我务必把东西送到。哎，那怎么行？你再拿走，拿走。哎呀，拿着吧，大爷，没事，你回去别打我了，打我了，没事。哎呀，你大爷是一夜没睡呀。哎，说这上学的女娃咋比医生还厉害呢？然后大半夜呀，让我问我女儿寒假作业写完了没。哎呀，元哥，你女儿那么聪明，肯定能考上好大学。谢妹子吉言了。那行，那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啊。哎，这东西，元哥，季博士厉害啊！哎呀，赶紧吃，赶紧吃啊！都凉了，你看，快吃，快！哎，这院子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王叔，你们这是有啥事吗？我们来找贤贤问点事儿。哦，爷爷，这是您在吃的药吗？是我这肠胃上的老毛病了，你帮我瞅瞅，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村东头老袁家那父子俩说，玄爷是医药专家，比大夫还厉害呢。行，给你王爷爷好好看看啊。叔，您这药没有问题，吃半个月停半个月，循环就好。啊，哎，这我就放心了，以后咱就听专家的。好孩子，给奶奶看看。好。哎，给爷爷看看这两种药能不能一块儿吃。哦，好。哎呀，您二老坐着说。哎，好。你们几个不会也是来问药的吧？露露姐姐，我们是来取经的。我妈说，璇璇姐姐和露露姐姐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让我们来学习。我爷爷让我以后也当博士。你们是想跟二位姐姐学习一点学习经验，是不是？问药的话我不行，学习方法嘛，我也不赖。来吧。好，来，快都进去啊！哎，璇璇，等一下。哎，爸妈，我又不做饭，拿这些干嘛？我是给你的。让小山带回去，让亲家尝尝咱们的土特产。谢谢爸妈，我家里人就好这一口。你还真不客气。爸妈的心意必须照单全收。那你错了，这些东西啊都是大伯、二伯他们给你们送过来的。他们给的？哎呀，你大伯知道你最喜欢吃山鸡蛋，跑了好多家才买到这些。你二娘家这只鸡都不舍得给他娘家人。非要给你和小山带回去吃。他们给我们家送东西，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呢。大伯还知道我喜欢吃山鸡蛋。小时候咱们家穷，他们家漫山遍野的鸡，那时候宁愿蛋给鸡啄了，也不给咱家一个。喜欢吃鸡蛋，咱以后开个养殖场。我在乎的从来就不是鸡蛋。都是一家人，既然他们现在向咱们示好了。过去的就算了吧。对，都过去了啊！我时间宝贵，不想计较。走了。啊，哎，爸妈，等我定好了婚礼时间，回来通知您二位。好。那你们注意安全哈。啊，注意安全。
你还真打算办婚礼啊？当然，做戏做全套嘛。婚礼的事，别有压力。什么？你要是觉得婚礼压力大，我就找个借口缓缓。中式婚礼都办了，还怕再穿一次婚纱吗？我是在想，我们家因为有2个女儿，一直被亲戚看不起。如今呢，带了个假老公回来，他们的态度180度大转变，讽刺。所以我是你的福星啊！开个玩笑的，他们之所以态度有转变，是因为从你这个博士身上看到了知识的力量。不知道以后他们知道我们是假结婚会怎么样？那就让咱们的婚礼永远持续下去。你以为结完婚就算完了？结完婚以后呢，就是催生，1胎生完还有2胎，没完没了的。干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没完没了。上一句。1胎生完了生2胎。所以你是准备好了跟我生1胎是吗？我就是举个例子，假设，看得出。又怎么了？车胎爆了，没事吧？我没事。麻烦吗？有备胎，没事，去车上待着吧，外面冷。给。不用，给你弄脏了。脏就脏呗，手最重要。窗户关上，马上好了，外面冷。陈锦州这个花心大萝卜，有时候还挺靠谱的。你可别上当，他是时间管理达人，中央空调，对所有女人都靠谱。我今晚回学校，今晚我休息，给你俩接风。好了。过来。怎么什么都不说，勾头着寂寞，冷空气快把我淹没。比如我们的合照，为什么被删掉？还是你的心早就动摇？是不是干活的男人都很帅？你要不说话更帅。Oh, you love me, I know you care. Just shout whenever, I'll be there. You are my love. 姜老师说晚上给我们接风。啊？什么？他那么忙，要不就算了吧。咱俩领证的事儿还是得跟他说一声。完蛋了！暴露之前，坦白是不是可以从宽处理？轩轩。没外人，别叫这么肉麻。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什么？有人！咱们村的？好像是邻村的。你们是上面派来的？上面？你们这豪车就是不一样，居然没被钉子扎爆。叔，我是隔壁新庄村的，我爸是季学识。你就是季老三家的博士女儿啊？叔，我叫季璇。来，放下。叔，你们扎路过的车胎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哎，我们不是故意要扎你们的，这看你们开个豪车，还以为你们是上面派下来做暗访的。暗访？村长，他们好像不知道啊。
这片地啊，这些年一直种菜种粮，现在上面要接管盖工厂，那这片地肯定要被污染了嘛。我们跟上面抗争很久了，都没用，地都圈起来了。这我记得，这片地以前是种甘蔗的，那甘蔗甘甜多汁，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甘蔗。是啊。你怎么知道？露露告诉我的。哎呀，这甘蔗我们可以不种，可这片地一旦被污染了，附近的5个村庄都要遭殃。这地一旦被污染，就再也种不出粮食和菜，到时候就连头顶上这片蓝天可能也都看不到了。叔，您知道是哪个部门下的文件吗？是我们县上要招商引资，把这块地啊租给一个企业。哪个集团？贺氏集团。这些狗日的资本，为了赚钱，才不顾我们老百姓的死活。是，没办法呀，胳膊啊扭不过大腿。哦，所以你们扎路过车的车胎是为了不让他们进村？我们知道这样做不道德，也解决不了问题，可是实在没办法呀，太生气了。叔，你们确定是贺氏集团租的这块地吗？当然啊，县里下的红头文件里说的，不会有错。这里是不是有误会啊？贺氏集团这些年一直秉持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绝对不可能做破坏环境的事儿。你是贺氏集团的？哎，几位叔，他是我对象。我就是看过贺氏集团的宣传。他们宣传当然会说的好听了，可能都是骗人的。叔，虽然我不是贺氏集团的，但我之前因为科研项目去过他们公司。他们给你看的呀，肯定都是好东西。我和他们的董事长和总裁都交流过，请几位叔相信我的判断。我觉得他们不会也不敢为了发展做出污染环境这种事儿。璇璇居然见过了大哥二哥，还为他们说话，果然是一家人。不是小姐姑娘，咱们这方水土养育了你这个博士，你们净替外人说话呀？我老婆的意思是，国家这些年很重视青砖绿水工程，严厉打击环境犯罪，没有企业想成为反面教材。几位叔，你们知道具体要建什么厂吗？电子厂。电子厂，确实，一旦管控不严，的确会污染环境。你是技术部的，你一点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吗？公司的确在扩展电子元件的生产业务。我说你们两个在那嘀嘀咕咕干什么呢？我真是下来暗访的吧？我看你们就是贺氏集团的，你可以做麦霸贺的，肯定不是一般人。哎，叔，我们就是回来过年结婚的，绝对不是暗访。麦巴赫。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待会儿再找我算账。你不怕他们知道你是贺氏集团的人把你扣在这儿？在关心我？都什么时候了还没个正经？随便你。放心吧，都是为了环境。哎，裴特助，我想跟您咨询个事啊。好，陈总监，你说。我听说在启架村这边要建个电子厂，有这个事儿吗？公司的确有扩建工厂的规划，但具体有哪些，我得核实下。现在就核实，我等你消息。叔叔们，稍等一下啊。那边的确有个电子厂项目，但总部这边并不知情，是下面一个分公司负责的。这边的村民啊，都要靠这块地种粮种田，这里不适合建电子厂。知道了，我马上来处理。处理？这哪能企业建厂？总部并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们核实之后会有个结果。那肯定会说电子厂没有污染。叔，你们先别急，看一下贺氏集团那边怎么处理。小季姑娘，虽然不知道你老公是做什么的，但看在咱们是自己人的份上，你们走吧。哎，是我啊？真的吗？取消建厂了？哎，好，没问题。哎，好。哎呦，县长秘书亲自打电话，厂不建了。哎呀，太好了！小伙子，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啊！哎，叔叔们，叔叔别去，起。啊，叔叔，别客气，我是季璇的老公，也是咱们启家新庄人。说永远不会建厂，
让我们安心种农作物啊！太好了，季博士，我要带村委会去你们家道谢。不用，真不用。叔叔们，以后有关于贺氏集团的事儿，尽管来找我，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而为。好，季博士你不仅自己有本事，而且眼光还好，找的老公真好。这，哎，大家别堵着了，让开，让季博士回家来。被人夸还这么有压力？陈锦州，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东西啊？我哪敢啊！你跟贺氏集团高层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你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取消建厂？是这个项目本身就有问题，总部都不知道，我只是检举成功。我那天没注意看，奔驰我还是认识的。马自达也不是我说的呀。陈锦州，你除了性别，你跟姜老师描述的一点都不一样。你不会不是姜老师的表弟吧？嗨，你看，要租就租个好车，是吧？我警告你，你要是敢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可以解释的。好，待会儿看到姜老师，我看你怎么骗。完了，要是知道我骗他，不会跟我离婚吧？你等我一下，我放个东西就下来。姜老师订的饭店就在附近。萱萱，那个你们姐妹聚会我就不去了吧？怎么心虚了？现在坦白，我考虑从宽处理。其实我不是。亲爱的，今晚见不成了，急诊来了个重病，我们得去会诊，明天联系哈。那行，今晚我请你。好，老婆请客，我买单。哦，你刚刚说要坦白来着，说吧。季萱，你还记得贺连川吗？你怎么知道他？我其实就是。哦，抱歉啊，不能陪你吃晚饭了，我得去帮老师个忙。你有没有想过搬出去住？学校给博士公吃公住的，我搬出去干什么？万一咱爸妈问起来了？哎，陈锦州，说好了我们是有名无实的，爸妈问起来再说吧。哦，对了，差点忘记把租金转给你。不着急，等我算好了，给你报个数。转账的时候看到我名字就完蛋了。也行，那我先上去了。得想个办法，不生气，还能告诉他。差点忘了，爷爷被返聘到这个学校了。心有灵犀啊！贺教授想我了？为了躲我，一个春节不在家，什么时候滚回来？谁躲您了？我是去给您找孙媳妇去了。带回家来，我就信你。三少，您终于回来了。王叔，这些都是好东西，回头炖了给爷爷补补。老婆身体好得很，不需要补。三少，这些东西您都是哪弄的呀？这些东西呀，都是我岳父岳母给的。您有岳父岳母了？不会时髦的闪婚了吧？没错，您孙子我结婚了。在哪弄的假照片来糊弄我？真的，不信您看。你傻还是我傻？大过年的，民政局给你开门营业？放假前去的。
陈景州是谁啊？陈景州，完了，忘了这照片是 P 的。你个臭小子，糊弄人都不上心，你真当爷爷瞎了？爷爷，照片是假的，这是真的，我真的结婚了。闭嘴吧你！我看你啊，就是没玩够，还不想成家。老爷子，其实三少还年轻，再等2年也不晚。冤枉了！您要是不信，我现在就把结婚证拿给您看。我信你个鬼！你要不出国就别回来，要不给我正儿八经安个家。这就把这姑娘推给你，明天去学校去见她。爷爷，我什么时候骗过您？我真的结婚了，我整个春节都是在我媳妇家过的。结个边。您孙媳妇也是个博士，跟您还是一个学校的。你看一下，说不定你们俩还认识。您怎么就不信呢？哦，对了，您孙媳妇也是研究生物医药的。三少，您编得这么巧合，我都不信。小山啊，我给你介绍这位姑娘非常优秀，如果你错过她，就等着你爸妈回来给你安排联姻吧。爷爷，您就看一眼，真没骗您啊，爷爷。看一眼啊。喂，报告记得给我。季老师，好帅呀！季博士，你男朋友吗？不是，你们快去吃饭啊！上车啊，上车。季老师，再见。你怎么来了？还带花？季博士害羞了，还是说我这个有名无实的老公拿不出手啊？没，我就是没想好怎么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跟你开个玩笑，过来想请你帮个小忙。什么事儿？这不是过年聚会多吗？我几个老同学邀请我去聚一下。同学又不催你婚，还需要应付？每年同学聚会追我的女生一茬接着一茬，烦得很。你陪我去一次，下回他们就不来骚扰我了。就当我续租你，咱俩租金抵消。行。那回头我过来接你。不用，时间地点发我，我自己去。教授。哎，小季。这里不让停车，赶快开走！快！嘛呢？有钱就了不起啊？何教授，啊，文化人就是不一样。小季啊，不要只顾着忙实验。年前我给你介绍我孙子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老师，不瞒您说，过年回家我结婚了。你们这些小兔崽子都拿已婚当挡箭牌，拒绝相亲。我真结婚了，哪天给您看结婚证？那你的新郎官叫什么名字？他叫陈景州。老师啊，您不信啊？你们是不是年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领的证？您怎么知道？你们在网上下载假结婚证，相片都用头一张，而且新郎的名字都叫陈景州。不是假的，我真结婚了。我哪天给您看结婚证？唉，我知道你的心思啊都在科研上，但人这一生啊，什么都要体验一下。老师，我那小孙子啊，真的很不错，不比他那2个哥哥差。老师怎么就不相信我闪婚了呢？他小时候是个闷葫芦，但现在活泼得很。你下班回家累了，他给你逗逗闷子，蛮不错的嘛。老师，我……对了，他小时候啊，在你们县城还借读过几年，你们会有共同话题的。
我给你看他的照片。喂，王校长。好，我一会儿到你办公室。小季呀。老师啊，我先去忙了啊，再见。这些小兔崽子，跟我那不孝孙子一模一样，不是骗我就是躲我。我老头子非把你们撮合成不可。同学聚会，没必要穿这么隆重吧？在其位谋其职，虽然呢我不参与此境，但是也不能给你丢脸呀。你待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面子了。别拍马屁了，走吧。我接个电话，你先进去坐坐。啊。这位大美女，你是我们的同学还是家属啊？啊，你们好，我是陈锦州的妻子。陈锦州？我们有这个同学吗？没有吧？好像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啊。我也没听说过，你是不是走错了呀？哦，那我就出去等我老公。嗨，我知道了，你是霍少的朋友是吧？啊，没错没错，来坐。来。陈锦州那家伙还说每次聚会都有女同学追他，谁认识他？三少，您这时间太赶了，技术部门连夜做了一个，看看怎么样？不够精致，但配上三少您的诚意表白，季小姐肯定会笑喜的。季小姐，三少奶奶肯定会原谅三少你的。我等会儿给你打电话，别接，直接播放这个视频，千万别出岔子，事关三少您的幸福，保证万无一失。我跟你们说啊，一点不开玩笑。陈锦州怎么还没来？不会真的走错包间了吧？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们大家一起转。好，你说来走一个，来走一个。哎，他八成是走错地方了吧？咱班绝对没有一个叫陈锦州的。对啊，我都翻同学录了，根本就没有。哎，我也翻了，我还看到贺林川的名字。哎，你们还记得他吗？当然记得啦，那个小黑胖子像个冻泥。后来听说他出国了，这些年都没见过。哎，你们说贺林川那个冻泥今天会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同学聚会呀？这些年同学聚会他从来没有出现过，应该不会来吧？他肯定不会来，他呀可是出了名的社恐。那会儿咱们女同学看了他一眼呀，他就吓得躲得远远的。对，我也记得。他们说的是我认识的那个贺林川吗？他是咱们小学同学里最怂的一个。哎，你别这么说，我听说啊，霍少和他还是朋友。什么？怎么可能呀？霍启可是堂堂霍氏集团的继承人，咱们江城的贵公子，怎么可能和贺林川那样的怂蛋是朋友啊？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当年贺林川转学走的时候，好像就有人说他家背景挺强大的。强大？难道贺林川是贺氏集团的公子？哎，那倒不至于。贺氏集团总共就2个继承人，都在集团任职，我没听说过哪个叫贺林川的。贺林川要真是贺家的话，那他能被人欺负吗？就是豪门怎么会有这么怂的继承人呢？他呀，要真是在江城的大佬，那我不就皇太后了吗？各位同学，你们说的贺林川跟你们是小学同学？对呀，小学1、2年级都跟我们是一个班。那3年级以后呢？3年级他好像到别的县城去读了吧？小学结束他出国了是吧？才不是呢，
他呀，这是在江城混不下去了，才去了乡下。真是我认识的贺林川，他们家人真是愚蠢，像贺林川这样的怂蛋，应该直接送去乡下嘛。那送哪？送少林寺去学功夫啊。那还不如直接出家呢。还以为是多温馨的同学聚会，原来是在这里搬弄是非。你谁呀你？管得着我们吗？你认识贺林川？和你们一样，有幸和他同窗过。既然你认识贺林川，那你应该知道，我们大家说的都是事实。小时候嘲笑同学，还可以说是年纪小不懂事儿，到现在了还在别人背后嚼舌根，就是纯粹的没教养。我们难道说错了吗？贺林川难道不像一颗多泥吗？你再说一遍，贺林川就是一颗豆泥。啊！敢打我，你们一个个眼瞎的，根本就不配做贺林川的同学。你谁呀你？就你配？贺林川那么好的一个人，你们都看不到，说明你们的眼睛本来就是脏的。他好什么？又土又黑又胆小，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有什么好优秀的？他当然有优点。他还有优点？哟，那我可得洗耳恭听了呀。他善良、勇敢、正直、可爱。明明那么害怕蚯蚓，却还是忍着害怕，把蚯蚓从女同学的身上拿开。他明明对狗毛过敏，却还是会陪着朋友一起遛狗。小山，季璇，我们一起遛狗吧。别怕，我家的狗可乖了。我不怕。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原来他一直都记得。他小时候学习成绩那么好，却从来都不骄傲。明明知道同学是在戏弄他，却还是一遍又一遍的耐心给他讲题，一直到那位同学不好意思再说自己听不懂。贺林川那么好一个人，你们凭什么羞辱他？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博士白月光？不是啊？那她现在是我老婆。我去，我错过了什么？说这么多，你怕不是从小就暗恋贺林川这个冻泥吧？说不定是贺林川现在的姘头呢。敢动老子，你他妈是谁？你说他是谁？哎呀，霍少啊，这位朋友是……我说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玩意儿，他就是你们。我是她老公。这位帅哥，你来的正好，你老婆啊正在这为他的白月光抱不平呢。对，他暗恋我们的一个小学同学。闭嘴吧啊！不想死的赶紧道歉。霍少，这是我们的同学聚会啊。这是哪位同学啊？他根本不是我们同学，我看就是来蹭饭的。不是我们的同学，就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聚会。那如果我说我是贺林川，有资格参加吗？怎么可能？你那么帅，怎么可能会是贺林川？胖子减肥可以变瘦，但贺林川又黑又丑的，再怎么变也不可能变成你这样。就是，贺林川要是能变成小鲜肉，我就直播卸妆。你骂贺林川一次，我就打你一次。不信你继续。敢打我，我撕烂你的脸！哎，川哥不打女人，但是我敢。霍
她是我嫂子，你们当着我嫂子的面羞辱我川哥，他打你，不是应该的。川哥，你真是贺林川。川哥小的时候本来是个白嫩的小正太，可是后来因为生病，打了激素才导致的黑胖，现在早治好了。你，贺林川，各位老同学，别来无恙啊！你真是贺林川？不好意思啊，林川，我们不是故意的。对，大家这同学开个玩笑而已。玩笑？你们有什么资格开川哥的玩笑？知不知道川哥在整个江城的地位？别跟他们啰嗦了，我老婆百忙之中陪我来参加聚会，你们却惹我老婆生气，这笔账现在必须清算。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完了，裴特助不会以为要播放视频了吧？轩轩，你看到这里，一定很疑惑又震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隐瞒我的身份，直到现在，我都不相信我和你重逢了。三少，怎么样？成功没？马上停！给我停了！惆怅的枫叶，拍过我的肩。忘记告诉你了，我奶奶对二手烟过敏，辛苦你忍几天了。季璇，在你的身边。季璇，你叫陈锦州对吧？陈锦州，姐夫好，我是季露。乖。上次见你的时候，你才刚出生，一转眼长这么大了。姐夫，你见过我？你姐姐给我看过你照片。今天高兴，我去杀鸡，咱爷俩喝点，请锦州。叔叔，您就叫我小名小山好了。小山，这我记得，这片地以前是种甘蔗的，那甘蔗甘甜多汁，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甘蔗。是啊。你怎么知道？露露告诉我的。轩轩，听我解释。你不是贺林川，他不会骗人。把他们都收拾了。放心吧，川哥。喂，姜老师，你在哪儿？有没有和陈锦州那小子在一起？没有，怎么了？那就好，我刚看见他搂着一个女孩进酒店，幸好不是你。姜老师，我还没见过你表弟。什么意思啊？季璇，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要骗你。陈锦州，不，贺林川。是我。贺林川，你看着我像被猴一样戏耍你，很好玩是吗？你别生气，我想过给你解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贺林川，你说过我们要当一辈子朋友的，你可以不把我当朋友，但请你不要戏耍我。对不起，我错了，但我绝对没有耍你。
拉黑删除，就当没见过。别跟上。哇，这小子这么帅，要是你知根知底的白月光，不如你就将错就错呗。姜老师，你被贺林川买通了是吧？哎呀，不是，你仔细想想，事已至此，你嫁给贺林川总比真的嫁给我表弟强吧？这事儿主要就怪陈锦州那小子，拿了你的定金居然跑出去玩了，我现在就打电话买。和他没关系。怎么没关系啊？他要不是放了你鸽子，你也不会把贺林川错认成他，不是？其实也怪我，你俩回老家之后，我就应该早晚跟你们视频一下。哼，贺林川狡猾着呢，肯定不会接你视频的。其实你压根没生他的气，对不对？我恨不得杀了他。你别装了，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你生气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的，你只是有点难过了，是不是？虽然和他只做了4年的小学同学，但我还挺惦记他的。不知道他到了新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他？你俩可真是让人羡慕的青梅竹马，命中注定。我哪懂什么男女之情啊，只是很在乎那个朋友罢了。我懂，他是你小时候唯一的朋友。可是他居然骗我！我现在一想到他把我当猴一样耍了团团转，我这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不是故意的呢？你看，一开始是你先把他认成陈锦州的，又不是他自己跟你说他是陈锦州的。可他一句话就可以澄清的呀，他就是故意的。那他认出了你，你没认出他，说不定他还觉得你是故意的呢。他完全变样子了。姜老师，你吃里扒外是不是？你要相信我这个外科医生的眼光，你俩挺合适的。最重要的是，贺林川他喜欢你。喜欢个屁！把我当猴耍，喜欢我。你俩在老家不是一切顺利吗？他不是也帮你解决很多问题吗？一码归一码，骗我就是不对。那你和他还联合起来骗了全村人呢，你怎么不说？你看，起码贺林川比我那混蛋表弟帅多了吧？不对呀，他是贺林川，那你们结婚证上写的谁的名？我们去的是真名证据，他不会用假名字吧？你签字的时候没看啊？来笑一笑，准备，3、2、1。我先给我家人看。你看你自己的呀，我都那么给我。哎，这么重要的证件，我来保管。你看，所以你为啥连你自己结婚证都不看一眼？我怎么知道？贺林川这个死混蛋，看来把你这颗小青梅骗到手，贺林川还挺有小心机呀。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被人碾压智商。看来他这块膏药，你一时半会儿是甩不掉了。贺林川，等着吧。我错了，只要能消气，让我做什么都行。结婚证给我。不给。你不离婚。我好不容易骗来的老婆。贺林川，你要点脸，我可以告你诈骗。季璇，我喜欢你。小时候你是我唯一的朋友，那时候
你就一直住在我心里。骗！都这个时候了，你给我10万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这些年我在国外治疗、学习，你是我坚持下来的动力。少来这套，我不信，真肉麻。这不是套路，都是我走来的路。那时候我不懂感情，只想着以后回国一定要找到你，继续和你做最好的朋友，也要让你看到我现在的变化。以前那个敏感、自卑的小怂包，现在变得勇敢了，胆大了，没人敢欺负了。后来，我就把对你的思念写进了微博里，就是你看到的那些。所以那些都是真的？每个字都是真的。我成熟晚，20多岁才知道，我那时候对你的思念，有可能就是年少的喜欢。季轩，那天在学校门口见到你，我真的很激动。我知道你认错人了，我怕我说出我是贺林川，你会跑，所以我就一直瞒了下来。说完了吗？你还没消气？结婚证不给就算了，你等着收离婚律师函吧。打官司的话，家里人就会知道我们是假结婚。你威胁我？我没有，我只是想说，从一开始，我想做你男朋友是认真的，要不然我也不会提出主动领证。心机狗。反正领证是真的，你就算现在告诉全村人是假的，他们也不会相信。你别忘了，大家都以为你叫陈锦州。你说巧不巧？我妈也姓陈，我已经申请了，曾用名为陈锦州，这样就不算欺骗长辈了。你有病吧？你是药。你最近天天做实验太辛苦了，大过年的多吃点。你怎么会有我们学校食堂的饭卡？我爷爷是你们学校的返聘教授，巧不巧？你不信啊？我给你看我爷爷的简介，真的太有缘分了。哎，季轩，季轩。 바라보면 자꾸 눈물이 나는 건 왠지 몰라도 더군다나 내게 오고 있었나요? 这么晚了，我送你吧。我就住学校，不用你送。前面有段路很黑，这条路我走多少年了？ 闭着眼睛都能走，用你送。爸妈还没休息啊？轩轩，你还在外面呢？啊，我刚做完实验，马上到宿舍。这么晚了，小山没陪你？啊，爸妈，我在呢。爸妈，最近还好吗？ 哎呀，倒是你们年轻人要注意身体，别老是熬夜。那你们要说说璇璇了。他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我劝不听。闭嘴吧你！啊，我这儿信号不好，语音能好点儿。哎，啊，其实就是你爸想问问你们，婚礼的事儿打算的怎么样了？全村人都关心着呢。 爸妈，婚礼我在张罗了，我爷爷选好日子就通知您二老。好，我们啊也准备准备哈。哎，爸妈，你们俩什么都不用准备，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就好了。行，那你们早点休息啊。啊，爸妈注意身体，晚安。胡赖，幸好有我在，要不爸妈又该担心了。 别一口一个爸妈的叫，那是我爸妈。我警告你，别跟着我，别以为讨好我爸妈就能怎么样。贺林川，别人骗我无所谓，
但你骗我这件事，我绝不原谅。It's beautiful life. 난 너의 곁에 있을게. 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消气呢？ It's beautiful life. 너의 뒤에 서 있을게. 站住！过来。爷爷，我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最近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忙什么百亿大项目呢？三少，吃了早餐再走吧。爷爷，我把媳妇儿气跑了，忙着追老婆呢。我大孙子真是有本事，新婚燕尔呢，就把媳妇儿气跑了。爷爷，您就别笑话我了。璇璇要跟我离婚。璇璇，三少奶奶叫璇璇，人家才不愿意当什么少奶奶呢。跑了好，跑了才有下一个。贺教授，您还是我亲爷爷吗？活该，给你介绍的你不要，你弄个假媳妇来糊弄我。您还是不相信我结婚了？幸好没信，这消息还没传出去，就要在这闹着离婚，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教授，我看三少好像真的失恋了。王叔，不是失恋，是要失去婚姻了。行了，你不想谈就不谈，不想结就不结，我不逼你了。等你接了你大哥的总裁职务再说吧。我真结婚了，结婚证给你拿来了，您自己看。教授，这结婚证好像是真的，如假包换，可以查房委的。你妻子叫季璇，跟您一个学校的，女博士，认识吗？我媳妇儿这么优秀，您竟然不认识？何止是认识，简直熟透了。快说说，你和季璇怎么这么突然就领证了？唉，说来话长，慢慢说，说清楚。三少，您就说清楚了，教授说不定能帮上您的忙。对呀，季璇虽然不理我，但他肯定要给你这个老教授一个面子。事情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三少，您跟三少奶奶真有缘呐。王叔，爷爷，事情是不是也不全怪我？怎么不怪你？连自己媳妇儿都不会哄，白吃这么多年粮食了。璇璇从小原则性就很强，那些死缠烂打的招数对她根本没有用。原则是因人而异的，只要你足够真诚，一切原则都可以破。我都对她表白了，她一点都没心软，她根本就对我没有一点意思。凭什么人家一个全国优秀的博士生要喜欢你？我也不差吧，我虽然只是研究生毕业，但公司这些年的海外业务都是我处理的，利润连年翻番。那有什么用？还不是连个媳妇都追不到。不过我这儿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小季啊，这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有教授您亲自指导，指定没问题。我那哪有指导啊，都是你这个全国生物医药杰出青年的功劳。教授，我有个问题想要问您。怎么，终于对我孙子有兴趣了？没有，不过跟您的孙子也有关系。哦，我是想问，您身为贺氏集团董事的爷爷，每次都用比赛的方式让自己孙子投钱到我们的科研项目中来，真不怕亏钱啊？
比起那几个只会赚钱的臭小子，我更相信你。不过这次大赛竞争比较激烈，集团那些评委都不知道我参加了这个项目，所以啊，这一切都靠你，一定要从我孙子那儿多给咱拉点投资来。各位评委、同行，大家好。这次我为大家带来的项目是中医药对维护癌症患者生活质量作用的研究。不仅项目名称一样，大纲和研究内容都一样，怎么会这样？连实验数据都一样。我的演讲到此为止。这个课题从病人生活质量着想，很实用。所有实验过程和数据都非常严谨。有请最后一位参赛选手季璇博士上台发布。季博士，可以开始了。如大家所见，我要发布的项目课题和科维的一样。没关系啊，科研撞方向很正常，只要我们研究的内容不一样不就行了？是啊，既然已经到决赛了，那就请先发布吧。不仅如此，我们连发布的内容、实验的数据以及初步的成果都和科维的一模一样。季博士，没想到你堂堂博士团队居然搞抄袭，盗窃我们的项目。李总，你还真会倒打一耙。4年前，我的导师带领他的整个博士团队成立了这个课题。当时我才读研2，他破格录取了我，让我负责整个项目的数据采集。你说这些干什么？证明自己很牛吗？我说这些是要告诉你，我对我们项目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很熟悉。你抄得很缜密，连照片、视频处理的都很完美。可你忽略了一点。你胡说什么？你们项目从成立到有目前的成果只用了半年。这只能证明我们的团队比你们博士团队更厉害。这什么意思啊？季博士，你继续说。4年来，我的导师带领我们团队边实验边从实验中总结经验，就此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其他领域同行提供的数据。所以，我们获得的这些东西是整个国家医疗科研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你说这些冠冕堂皇的有什么用？据我所知，贵公司根本就没有权利获得这些内部数据吧？这属于行业机密，就不方便告知了。大家先休息片刻啊，我们评委组商议一下。李总什么意思啊？别装傻了，既然我们项目一样，那就一起做。你是想参入到我们团队里，还是想分享贺氏的投资啊？贺氏集团不差钱，但是听说你们搞科研的都非常穷，拿着吧，我都打点好了一切。我相信评委的公平。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时候拿不到1分钱，看你拿什么做科研。作为一个科研人，我的确人微言轻，但我有权利让我的医药里不掺杂一丁点肮脏的成分。迂腐，真以为高学历就可以得到一切？你就等着吧。经过组委会临时开会决议，现作出以下决定：本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决赛1等奖的获得者是科维团队。各位评委，这是你们和主办方贺氏集团董事会商讨的结果吗？这次比赛需要投资的金额对我们集团来说小菜一碟，所以根本不需要上董事会。这么说，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了？季博士，虽然我们往年合作过，但是这不证明我们每年都要选择你们啊。
我们的项目和科维的一样，你们这么快做出决定，就不怕以后他们爆出抄袭吗？季博士，这样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说的没错，季博士，项目一样，数据和成果也一样。那我们作为投资者，自然要选择更加利于我们的团队合作。你的意思是，他们的报价比我们还低？比你们低一半。我们是学校的博士团队，本来就不以盈利为目的。科研经费紧张，我们参加比赛拉投资，只是为了项目能够正常的进行下去，不会赚1分钱。别说的那么高大上，谁还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报的是成本底价，如果你们的比我们还低，那你们一定有问题。输了就是输了，少废话了。季博士，很遗憾，今年不能跟贵博士团队继续合作了，请回吧。各位评委，我奉劝你们一句，别犯错，否则被赶出贺氏集团，这是最轻的处罚。来人，把季博士送出公司。我看谁敢动季雪。你怎么来了？等会儿就知道了。你谁呀你？来送你进去的。你从哪儿伪造的这些东西？你这就是栽赃陷害！看清楚了，上面有集团的公章。我知道了，你跟这个季璇是一伙的吧？拿不到项目投资就想来捣乱。来人，把这2个捣乱的东西赶出去！我看谁敢！裴特助，您怎么来了？就是这2个参赛选手抄袭盗窃。哼！他就是贺氏集团新任总裁贺家三少贺明川。我现在打电话让他看。我正好有个朋友马上要过来，我让他把我的证件捎过来。喂，三少，把我的证件带过来。证件都在您车上啊。半个小时之内给我送到，要是来不及就坐飞机。难怪他可以让裴特助随叫随到，难怪他一句话就能取消贺氏集团在村里建厂的计划。他就是教授的小孙子。啊！三少，不是总裁，我就是一时被美色蒙蔽了双眼，我知道错了。我也错了，我是偷窃季璇博士的项目，但我真的知道错了。承认偷窃了。其实我就是崇拜季璇博士，想要加入他的团队，才一时走了歪路。好一个一不小心！你知道季璇博士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心血吗？1年365天，季璇博士有300天都待在实验室，其余时间不是在医院日夜盯着临床实验过程，就是在采集数据的路上。4年多，1000多个日夜，也只取得了项目的初步成果，结果却被你们盗窃去了，还要给他安一个抄袭盗窃的罪名。三少，那三少，老婆，你认错人了。老婆，贺林川，你找打！对，我就是来让你打我的。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打我。贺林川，不，贺三少，贺总，你到底还瞒了我什么？还有一件事情，我隐瞒了你。还有，那天在酒店包厢里，视频最后要告诉你的，没有机会播放完的。所以怪我没看完了。那天在学校，我和你说，和你分开很久后，我才知道我喜欢你。不想要骗子说谎。但是这段时间相处以后，我才发现我对你的
不是喜欢。哼，感谢贺总的不喜欢之恩。是爱，季轩，我很确定，我爱你。你是我这辈子唯一想共度一生的女孩。反正我不离婚，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小青梅娶到手，这辈子都不离婚。怎么还耍上无赖了你？你教我的，遇到事情不要内耗，自己认定的就要得到。我教你的都用在我身上了是吧？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懂你了。贺教授说你跟我相亲，让你给我解闷，结果你来逗我玩是吧？轩轩，我知道你对谈恋爱、对男人都没有兴趣，但我想说，我们既然阴差阳错的领证了，不是阴差阳错，是你蓄谋算计。是我蓄谋已久。无耻。所以轩轩，我们试试，如果以后你觉得不合适，你再把我踹掉，可以吗？试过了，不合适。我最讨厌骗子。和陈锦州的不算，要和贺林川的重新试。怎么试？和一个骗。 Another day 슬픈 말은 하지 말아요 So far away 아무 말도 하지 말아요 사랑이 그렇게 힘들게 怎么样？英雄救美管用吗？他跑了。 恭喜季博士拿下项目1等奖，是双喜临门哦！怎么是双喜临门？贺教授亲自给我们发的喜糖。季博士，您可真能藏！原来最近在追您的是贺教授的孙子呀，已经是合法夫妻了呢。我还没想好怎么告诉你们。您和小贺总太般配了，郎才女貌。哎，老师，叫爷爷。 好，我马上过来。教授生病了，我过去一趟。贺老先生，都是我教子无方啊！没想到那小子色迷心窍，做出了有损公司利益的事儿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初你也没少搞这些破事儿。是，还请您老就看在我这张老脸的面子上，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这次他欺负是我的家人头上，你让我怎么给机会啊？您的家人？说曹操，曹操就到。老师，您没事吧？没事，好得很。这位美女，您是贺老先生的家人？我是爷爷的孙媳妇儿。三少奶奶，您。 组委会那个混蛋组长是他的儿子，都是我儿子的错，我替他向您道歉，对不起，我一定让他改过自新的。老师，您真没事了？刚刚还叫爷爷了，都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孙子，让你受委屈了。天底下姓贺的人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一家人。 爷爷知道你讨厌被欺骗，都是那混小子做了糊涂事，该惩罚。惩罚？对，跟他离婚，我亲自去向你的父母道歉。也没有那么严重。怎么不严重？现在就敢欺骗你，以后过日子了，那还了得？ 谁要跟他过日子？对，不要顾及我这老脸，也不要因为他是你的小学同学，就破坏了你的原则，就跟他离婚，让他孤独终老去。这些是破不了我的原则，
但是我好像对您的孙子有一点动心了。那小子从头到脚都不靠谱，你是真心动还是心软？在老家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好像对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其实这些年也有不少男生追我，但我根本就没有谈恋爱的心思，只想学有所成。我知道，好几位老教授都想把他们的孙子外孙介绍给你，你都谢绝了。其实从读研以后遇到的就很现实了，他们选择我只是权衡利弊以后的决定。对于这样的男生，我更不会多说一句话。跟贺连川在老家的那几天，我感觉好像过了好几年，完成了谈恋爱、结婚的任务，甚至跟他有一种老夫老妻的错觉。其实之前我爸妈催婚吧，我挺抗拒的，但是跟他同住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间发现，我爸妈跟我说身边有一个伴侣陪伴，其实真的是为我好。这样一个人出现在我的身边，我愿意为他打破我的原则。我那混球孙子真是有福气啊！是我的幸运。那就不离了。既然上了贼船，就将错就错呗。傻小子，愣那干嘛？还不进来？你什么时候来的？你说你动心的时候。我什么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啊。徐志，我知道你不喜欢死缠烂打，所以我尽量换着花样纠缠你。如果余生都要被纠缠的话，那我宁愿纠缠我的人是你。我奶奶对花粉过敏，花不能带到奶奶家去。季璇，陈锦州，崔幼美，陈锦州，现在叫贺连川，小名小山，你的小山。你好，老同学。你好，老婆。你好，老公。你疯了！爷爷在呢。他早就跑到一边偷乐去了。爷爷根本就没病，对不对？他要是不装病，怎么把你骗过来？好啊，你们爷孙祖传的骗子。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就算我们的爱有期限，不愿说再见。